在这1年多的战争中，乌克兰打得最久的一场战役是什么？是遭到疯狂轰炸、被俄军全面封锁的亚速钢铁厂，还是双方不断投入新生力量、血战300天的巴赫穆特？不，都不是。这座小城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前就已经打了整整8年。从去年2月份开始，又遭到俄军持续进攻1年多的时间，但至今仍没有被占领。马林卡作为顿涅茨克市区的卫星城，距离彼得罗夫区仅1公里，是顿涅茨克州马林卡市的行政中心，常住人口只有1万人左右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镇。在俄罗斯入侵之前，马林卡市区就已经打了整整8年，在俄军入侵之后，又遭到了1年多的进攻。以顿涅茨克当地民兵武装为主的俄联军在马林卡的推进，通常是以米为单位的。每天能向前推进几十米，就算俄罗斯烧高香了。更多的只有几米，数周寸步难行也是家常便饭。在社交媒体上，甚至有人将这些在马林卡作战的俄军部队戏称为啃楼师，因为真的是在一座一座楼的啃。直到今天，俄罗斯也没有完全控制马林卡这座小城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马林卡战役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巴赫穆特绞肉机。进攻马林卡的主要是顿涅茨克民兵，本身战斗力就要差一些。去年3月份，顿涅茨克民兵与俄军曾猛攻马林卡，差点直接占领马林卡，但由于当时还在进行马里乌波尔之战，乌军的顽强抵抗让进攻的俄联军蒙受了巨大的伤亡。自从去年4月份开始，马林卡战役转入了常规炮弹及小规模战斗的模式。顿涅茨克武装第100旅、斯巴达营等都曾在此与乌军作战，但就这点兵力显然不足以占领马林卡。看看巴赫穆特就知道了，面积比马林卡小一半，瓦格纳也投入了6万兵力，硬啃了10个月才拿下来的。到了2022年5月、6月，俄军放弃全面进攻，选择全力攻打波帕斯纳、北顿涅茨克和利昌斯克，更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进攻马林卡。仅凭借顿涅茨克的武装，肯定拿不下马林卡，只能一边休整，一边与乌军在城内扯皮。到了7月份，顿军觉得自己又行了，恢复对马林卡的猛攻。可是乌克兰军队更没闲着，一番动员和自愿，乌军兵力比以前翻了1倍不止，顿军还是打不下来，白配上许多校级军官和其他炮灰。打到这个时候，不管是乌军、俄军还是顿涅茨克武装，都看明白了马林卡是怎么回事。这就是一个巨大绞肉机，俄罗斯想要获得胜利，就必须在兵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，同时还要能封锁对方的补给和增援道路。只有这2个条件同时满足，才能彻底占领马林卡。可是俄军和顿军有吗？当然没有。所以从2022年10月份开始，俄乌双方又开始围绕着城区进行低烈度巷战状态，每天还在对轰着，但没有前几个月打得那么猛了。虽然俄军和顿军也多次向这个战场进行添油战术，但都没有形成绝对的兵力优势，而这片战场也成了整个乌克兰战争的缩影。而在瓦格纳攻占巴赫穆特之后，乌军在斯拉夫扬斯克、顿河君士坦丁洛夫卡、德鲁士科夫卡以及卡拉马托尔斯克5座大城组成的弧形防线已经完全暴露在俄军面前。于是车臣便宣布进攻马林卡。为了在马林卡攻城战中一鸣惊人，车臣武装出动了阿赫马特特种部队，在俄军第150摩步师的配合下，经过72小时的激战，将马林卡西部城郊区域的6座乌军营地全部控制。俄军150摩步师和第5摩托化步兵旅也迅速出击，从市区中心和北部主城区同时向西挤压乌军的防守空间。即便如此，俄罗斯仍旧没有完全占领马林卡。整个入侵战争说白了，就是骄傲自大的二世祖被一些人忽悠了，觉得自己有实力，所以对曾经的一家人发动了全面进攻。但到了战场后发现，自我评估有点过了，根本没有那么厉害，钢铁洪流拿不下基辅等城市，于是便改为了重点攻击。后来又进行了一场胜利大撤退，然后演变成今天的局面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俄军高估了自身的实力。当然，俄罗斯至今没有拿下马林卡，可不仅仅因为兵力不足，这里面也有乌军充足的准备。相较于巴赫穆特，
马林卡占地面积要大一些，由于没有多少高层建筑，更多的建筑物是低层楼房，整座城镇内的道路四通八达，划分出大量小方格，这些方格内的建筑非常容易组成相互掩护的火力网。对于进攻者来说，只能以一个方格一个方格为单位进行攻占。在俄军进攻时，虽然楼房已经被炸成废墟，但其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火力点，远处难以发现，进攻到跟前才会遭遇密集的火力，这让俄军无比头疼。在2014到2015年的乌东战事结束后，马林卡成为乌军控制下的前沿要塞。乌军担心俄军会卷土重来，凭借乌克兰当时的50亿军费，想要采购先进装备也只能在梦里想想。考虑到俄军可能大举来犯，最先夺取的将是制空权。面对俄军绝对的炮兵和装甲优势下，乌军只能依托一个个坚固的要塞阵地来实现削弱俄军装甲坦克力量。从地图上来看，马林卡就是乌军以及顿涅茨克武装的对峙前沿，位于顿涅茨克市的西面，距离市中心仅有20公里。从这里发射大口径迫击炮都能打到顿涅茨克市里，尽可以威胁顿涅茨克市。退亦可挡住顿涅茨克武装西进的道路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建立纵深防御工事，修建大量地下掩体和地下坑道，其中巴赫穆特、马林卡、波帕斯纳及红军村等多个地区被列入核心要塞。在这个防御体系中，马林卡是前线战斗堡垒。按照乌军的习惯，会在高层建筑布置侦察与火力引导组，引导炮兵轰击周围目标。在城镇的方格内还会构筑若干班排级据点，为了减轻炮兵火力的杀伤，乌军还会在房屋地下室内改建防炮工事。平时在地下室内，战时则通过城区内四通八达的道路机动作战。另外，乌军在马林卡埋设了大量的鬼雷，这种雷由线控遥控引爆，一旦触碰到引爆线，近距离内的俄军士兵非死即伤。虽然俄军利用其装甲兵优势，使用步坦协同小组来搜索残敌，但仍有少数俄军坦克不幸中招。曾有一个 T90M 车组在马林卡城内高速奔袭时，不幸直接压到一枚重型反坦克地雷。这辆 T90M 坦克车底瞬间被炸后动弹不得，车组成员只能在弹药殉爆之前迅速撤离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拥有观察哨、潜壕、地堡、暗堡、防炮工事、地下交通壕等设施。镇区里各个方块自成防御体系，又可相互支援，与巴赫穆特一样易守难攻。附近的克拉斯诺格夫卡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则是左右前卫。这些重镇之间都有公路连接，可以充分保障兵员和物资供给，是马林卡的直接后援基地。在几座城镇中间还有大量高低林带，有助于乌军部署重炮阵地，用来支援马林卡城区作战，或者是前出炮击顿涅茨克市区。当俄军攻入马林卡后，附近驻扎的乌军立即杀回去，同时炮兵进行炮火支援，俄军被迫退回去，找不到突破口。即便是车臣武装想要占领马林卡，也只能一屋一屋争夺，一米一米向前推进。如今，乌军控制马林卡城区面积已经不足20%。另一场类似巴赫穆特攻坚战的战斗正在马林卡打响，或许将比巴赫穆特更惨烈，因为马林卡距离乌军补给中心库拉霍沃实在太近，乌军一旦下决心支援马林卡城区防守，还是有一定能量的。如今的马林卡没有一栋建筑是完好的，这座小城已经被俄军炮火轰击了不知道多少遍。除了炮击之外，这座城市还遭到了燃烧弹的打击，因为燃烧弹是目前摧毁坚固防线的最有效办法。其实巴赫穆特就是小一号的马林卡，即便如此，瓦格纳也投入了6万兵力，用了近11个月的时间才将巴赫穆特一点点啃下来。那么比巴赫穆特大1倍的马林卡，让装备训练以及兵力都不如瓦格纳的顿涅茨克武装来打，当然是不可能拿下了。虽说6月份车臣出动了特种部队，还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不小进展，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占领马林卡城区，因为在突破乌军前沿阵地后，就要进入城区巷战中，难以对马林卡实现彻底包围，就只能与乌军对号。毕竟这里的乌军可以直接得到后方炮火及兵力的持续支援，即便拿下了，也只是突破了乌军要塞区第1道防线的阵地。在马林卡后方的库拉霍沃，林带、水网、高地密布，该城向北30公里又是一条高地带，这里更难攻打。
这条防御带是乌军的第2线防御阵地核心，再往后又是一片城镇带，然后是乌军在整个顿巴斯的后勤大本营红军城。马林卡本身就位于顿涅茨克市到扎波罗热的 H15公路的沿线要点上，准确说是乌军控制的公路东侧的第1个要点。凭借这个特殊位置，乌军很容易进行增援，同时也能源源不断地为马林卡部队运送弹药补给。以顿涅茨克武装可怜的一点远程火力，根本不足以封锁乌军运输线路。无论俄军在马林卡消耗掉多少乌军人员和物资，乌军总是能够接济上，也就力保马林卡不失。在这1年多的攻防战中，虽然乌军守住了，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比如在去年7月份，乌军在马林卡守备的第54机步旅在敌方猛攻之下几乎被打残，乌军指挥部增调来新成立的第66机步旅，后来又调来了修正完毕的第72机步旅，从8月打到9月，把顿涅茨克武装打死打伤了2400多人，很多部队丧失进攻战力，才稳住了战线。自去年10月份开始，马林卡攻防战的烈度再度上升，而俄联军除了加大炮击力度以外，还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地面攻势。此时，乌军将第66机步旅调走，新调来了整补完毕的第79空突旅，而俄军第8集团军的摩步第150师也有部队投入到了马林卡方向。如果不是乌克兰从2014年后就开始未雨绸缪，估计马林卡早就被拿下了，甚至是基辅也不存在了。到了今天，此次乌军反攻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，在进入8月份之后，乌克兰战场再度进入短暂的平静期，双方都在厉兵秣马，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战积极筹备。近阶段，俄乌战场态势整体依然是乌克兰进攻、俄罗斯防守的态势。乌克兰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，乌克兰在经历18个月的激战之后，仍有足够的底气。来自北约的倾力相助，65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，不仅有助于弥补乌克兰在长期战斗中的经济损失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援助也构筑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坚实后盾。如今，乌克兰心心念念的 F-16战机终于要来了，荷兰给42架，丹麦也要给19架。这笔援助已经得到了美国批准，一旦飞行员培训完成，就可以直接投入战场。但火力军想说的是，这些 F-16能起到的作用可能远远达不到外界的期望。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证，敬请期待火力军下期影片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